一颗毫不起眼的蓝色 LED 灯，却是人类苦苦钻研30多年的成果。为此，它的制造者还斩获了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要知道，只有将三原色红、绿、蓝凑齐，才能造出白光 LED 灯。而现在，几乎所有的电子屏幕都使用白色 LED 作为背光源，可以说没有蓝色 LED， 你都无法在手机屏幕前观看这期视频。所以，蓝光 LED 的问世彻底革新了光源技术。那么，同样是 LED 灯，红色、黄色、绿色都早早的被研发了出来，为何偏偏蓝色这么难造呢？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LED 灯的发光原理。LED 的核心部分由 N 型半导体和 P 型半导体组成，纯半导体的导电性都很差，需要掺杂其他材料。N 型半导体就是在硅料中加入磷原子，它比硅原子多了一个电子。另一种 P 型半导体的构造正好与之相反，它掺杂的是硼原子，与硅原子相比少了一个电子，也就形成空穴。在 LED 的两端施加正向电压时，电子从 N 型半导体流向 P 型半导体，此时半导体内部的电子和空穴会复合。在复合的过程中，这股能量会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在两种导体的过渡层上，这就是 LED 二极管的发光原理。不同材料中电子和空穴复合时释放的能量也不同，从而 LED 也可以发出不同波长的光。波长越长，携带能量就越小。我们通过光谱不难发现，蓝色光波长短，携带能量极大，所以它对材质的要求非常高。晶体稍有一点缺陷，这个能量就无法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，而是会以热的形式消散。为了能够拿下蓝色 LED 背后的市场，无数的科学家纷纷投入大量精力。美国赫伯特·马鲁斯卡利用氮化镓和镁元素最早制造出了蓝色 LED， 但这个灯的亮度极低，没有丝毫利用价值。紧接着，其他实验室也纷纷得出结论：氮化镓基本不可能制作出可用的蓝色 LED， 因为它本身很难在实验室生长，再加工成 N 型和 P 型就更困难了。偏偏日本的中村修二不信这个邪，在氮化镓这条路上走到黑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中村在赤崎勇和天野浩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，然后他通过反复的实验，发明出了一种全新的化学气象沉积技术，能制备出发射高强度蓝光的高质量氮化镓，蓝色 LED 灯就此问世。